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学中文的人都会问的问题：汉字怎么读？如果你看到汉字会紧张，会觉得它们很难、很陌生、很复杂，那你真的不孤单。今天我想用很简单、很轻松的方式，陪你一起慢慢认识汉字，慢慢学会读汉字。你不需要很聪明，也不需要记得很快，你只需要听着，跟着感觉走就好。很多人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最害怕的不是说中文，也不是听中文，而是看汉字。因为汉字看起来不像英文，不像拼音文字。你看一个英文单词，字母一个一个排在一起，你可以试着拼出来。但是汉字不是这样，一个字看起来就像一幅小画。很多人会问，那我怎么知道它怎么读？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？其实，汉字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。我们先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汉字不是随便画出来的，每一个汉字都有它的原因，只是这个原因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还没学到。所以你看到一个字不认识，不是你不行，而是你还没遇到它。学会读汉字，第一步不是记住所有的字，而是改变你的想法。你不需要一次看懂一个字的全部，你可以先认识它的一部分，就像认识一个人一样。你第一次见他，不会知道他的一切，你可能先记住他的脸，或者他的名字。汉字也是这样，很多汉字其实是由小部分组成的，这些小部分我们常常叫它部件。有的部件跟意思有关，有的部件跟读音有关。你不需要一下子记住这些名字，你只需要慢慢感觉。比如说，人这个字，它很简单，看起来就像一个人站着。后来有很多字都有人在里面，比如你、他、们。你慢慢就会发现，只要一个字里面有人，它常常跟人有关系。你看到你不知道怎么读也没关系，但你可以猜，它一定跟人有关。这就是读汉字的一个开始，用感觉去读。再比如口这个字，它就是嘴巴。所以很多跟说话吃东西有关的字，里面都有口，吃、喝、叫、问。当你看到一个新字，里面有口，你可以告诉自己，这个字大概跟嘴巴有关。你不需要马上读出来，但是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认识它了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汉字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线条，它们是有规律的。这个规律不是考试的规律，而是生活的规律，因为汉字来自生活。当然，读汉字拼音很重要，拼音就像一座桥，帮你从声音走到汉字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可以先用拼音读，再看汉字。比如你学吃饭，你先知道它读吃饭，然后你再看吃饭这两个字。看得多了，你就会慢慢把声音和样子连在一起。有一天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你看到饭这个字，还没看到拼音，你的脑子里已经有声音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就在读汉字了。不是用规则读，而是用感觉读。很多人会问，我是不是一定要会写才能会读？
其实不是，读和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。你可以先学会读，再慢慢学写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他们先会听，会说，后来才会写字。你学中文也可以这样，在生活中读汉字，其实机会很多。你去中国餐厅看菜单，你看到米饭、面条、水、茶，你不需要每个字都认识，你只要认识几个常见的就已经很棒了。你点菜的时候，看到你认识的字，你会很开心，那种开心会帮你记得更久。再比如，你用手机看中文软件，你每天都会看到好、是、不、有、没这些字出现的很多，你不用特别去背，它们自然就住进你的脑子里了。读汉字的时候，不要着急，你可以给自己很小的目标，比如今天我只要认识3个字就好，明天我再认识3个，慢慢的，3个会变成10个，10个会变成100个。你也可以把汉字和你自己的生活连在一起，比如你叫一个朋友朋友，你看到朋友这2个字，你就想到一个你喜欢的人，这样这2个字就有感情了。有感情的字很难忘，有时候你会发现2个字长得有点像，你会读错，这很正常。就像你学英文的时候，也会把一些单词看错，不要因为读错就觉得自己不行。每一次读错都是你在学习。当你不认识一个字的时候，你可以先跳过，不要停下来责怪自己，继续读下去，看看你能不能通过前后句子猜出一点意思。这也是读汉字的能力。你会慢慢发现，汉字不是一个一个单独存在的，它们常常一起出现，组成词，组成句子。当你认识的词越来越多，单个的字就没那么重要了。你读的是意思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。比如上班、下班、吃饭、睡觉。你不需要每天想上是什么，班是什么。你看到上班，你就知道是去工作，这就是读。很多学习者到了某一天，会突然发现自己可以看懂一些简单的中文句子了。那一刻，你会很感动，你会觉得，原来我真的可以。这个感觉，请你记住，因为它会在你觉得累的时候，帮你继续走下去。读汉字不是1天的事情，也不是1个月的事情，它是一个慢慢走的过程。你走得慢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没有停下来，你就在进步。如果你现在觉得汉字很难，请你对自己温柔一点。你正在学习一个跟你母语完全不一样的系统，这本来就不容易。你愿意开始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请多给自己一些肯定。今天我多认识了1个字，很好。今天我看到1个字，觉得不那么害怕了，也很好。学习不是比赛，没有第1名。有一天，当你走在路上，看到一个中文招牌，你会突然发现你能读懂一部分。那一刻，你会笑，你会发现汉字已经不再是陌生人了。最后，我想告诉你，读汉字不只是为了考试，不只是为了成绩，它是为了让你多一个看世界的方式。
当你能读懂中文，你就能读懂另一种文化，另一种生活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对读汉字这件事多一点轻松，少一点压力。谢谢你的收听，也谢谢你愿意陪我一起慢慢学中文。我们下次再见。